天上下雨之后，唐志玲就被抬进了房间里。沈飞已经给她喝了药剂，她脑袋的伤口也被沈飞清洗又消毒过了，现在已经包扎好了。房间里只有3胞胎和双胞胎在，小福宝怀疑苏墨尘还有其他的帮手，带着吝策去行宫抓人去了。恒儿担忧地看着唐志玲，娘，要不然把爹送到空间里吧，用师傅的修护箱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我这就带他进去。沈飞试验了一下，唐志玲还是躺在床上。我忘了，进空间是有条件的，你爹昏迷没有意识，他是进不去的。沈飞在唐志玲受伤之后，人有点懵懵的，没有了从前的机灵劲儿。把修护箱拿出来，再把备用电池也带上。对，花花说的对。于是沈飞就直接把成人的人体修护箱拿了出来。房间里突然多了一个透明的蛋，是成人型号的。小叶子和寻儿2个小孩吃惊的张大嘴巴。哇，娘，你会变戏法？沈飞确实是把小叶子给忘了。娘，这是什么？是床吗？别犹豫了，快把我爹放进去。恒儿见花花叫爹，还看了他一眼。花花也回了他一个眼神，意思是你刚才也叫爹了，不仅如此，你还叫师妹娘了，我可是听见了。沈飞没在意2小孩的眼神沟通，他现在的心思都在唐志玲身上。只是沈飞个子矮小，唐志玲又人高马大的，他根本就扶不动他。沈飞没有办法，就想去外面叫人。推开门就看到了浑身湿透的小福宝回来了，他身后还带了10几个人，那些人都被捆着。小福宝，这些人是苏墨尘的同伙。没有这些人帮忙，火也烧不了这么快。你们这些杂碎，竟然杀了我们公子，你们该死！吝策见他还在叫嚣，立即上去啪啪给了他2巴掌，孔武直接被打晕了过去。人都看好了，还有那些学子，这些人都要带回去好好审问。我要看看暗中帮忙的人是谁。是，世子。吝策派人把人全都关在了一起。小福宝走进屋子里，看到透明的修护箱，没有惊讶，他当初可是躺进去好几个月呢。娘，要把他放进去吗？需要来个人帮忙。莫一，你进来一下。墨字辈的护卫是功夫最高也是最信任的人。莫一进来之后没有任何疑问，按照吩咐直接把唐志玲打横抱进了修护箱，然后又顺从地退了出去。沈飞看着修护箱中的唐志玲，把电源插上，修护箱的罩子缓缓地关上。沈飞也不清楚这个修护箱对唐志玲的作用。要是师傅在就好了，这个其他功能我也不敢用，我不会调那些参数啊。沈飞确实是只会最基础的，这样修护箱的功能完全没有发挥出来，否则当初小福宝也不会躺了那么久，最后还是用了脐带血研究出来的药物才治好的。这修护箱的研究是他们师傅的研究项目，沈飞一个小学徒哪里会呢？那也没办法，我也不知道，师傅都不让我去他的实验室。是啊，师傅很偏心的。小叶子和寻儿看了几人一眼，他们有秘密，咱俩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弟弟也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，一儿应该也不知道。3个小孩站在一边，看着沈飞、花花、恒儿围着那颗蛋转来转去的，不知道在研究什么。他要趁着现在没人注意到他，好好看看娘亲和妹妹弟弟还有什么秘密瞒着他。嘘，咱们小声一点，别让娘亲发现，防止他把咱们赶出去。好的，大姐，我听话。沈飞这时候根本没心思管孩子们了，嘴里一直嘀咕着。我记得师傅也研究脑神经的，治疗脑损伤的功能是哪个来着？这几个按键是怎么调的？你先不要乱动，等几天，看看我爹能不能自己醒过来。要不然试试呗，估计试了也不会坏。恒儿说完这话之后，还特意用眼睛的余光看了寻儿和一儿一眼。恒儿站在凳子上，装作想要按红色的按钮，谁料这时候被小叶子牵着的一儿突然跑了出来，大声吼道：别！沈飞的心咚的一下乱跳了一拍，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？怎么了，一儿？恒儿站在凳子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，嘴角轻轻翘起。师傅，哼，你这才做戏那么久，不就是为了我？一儿，你是师傅？
伊儿谁也不看，直接来到了凳子这边。你下来，我上去。恒儿从椅子上爬了下来，憨笑着看着伊儿。伊儿白了他一眼，然后爬上了凳子。只见他小手乱飞，在修护箱众多的操控按键中来回拨弄。这时候原本还毫无反应的修护箱竟然嗡嗡地响了起来。然后众人就发现修护箱中先是喷出了绿色的气体，然后又有几处绿光照射在唐之灵的身体上。伊儿的动作没有停下，他又操作了几个按键，众人就看到唐之灵脑袋处多了几个蓝色光柱的照射。师傅，这是修护箱运作的样子吗？那之前师妹的操作，那不过是调台机而已，修护箱的1%的功效都没发挥出来。沈飞大窘，还有谁能体会他现在的心情？养了3年的儿子竟然是他的师傅。沈飞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你过来。沈飞连步子都不知道怎么迈了，他终于是意识到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曾经唐之灵和小福宝2人别扭大半年，他还给唐之灵好一番嘲笑，笑他不洒脱不大气。看他就能接受良好，自然的接受小福宝的身份。现在轮到他自己了，他也洒脱不起来，大气不起来了。沈飞同手同脚的走了过去，看着眼前3岁的小娃娃，明明这么可爱，怎么能是师傅呢？老头，哼，出息。沈飞挠了一下脑袋。伊尔见到这样的沈飞，想起了从前在实验室里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学生也是这样。你过来，带我进空间，看着我怎么操作的，记住怎么用修护箱。好，我们也去。于是4人就这么直接消失了。小叶子和寻儿张着嘴巴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大姐娘是仙女，对不对？哼，娘太偏心了，好东西都给了花花和恒儿，现在就连伊儿都有。哼，好像不是，只有娘会变戏法。还有，我听环儿和二姐都叫伊儿师傅，伊儿什么时候成师傅了？哼，不知道，以后我都不和娘好呢。不知道娘变到哪里了，我也想去看看，嘿嘿。小福宝看着刚才这一切，挑了挑眉头。他是没想到伊儿也有隐藏的身份，不过多他一个也不多，那小子好像也是个厉害的，是娘亲的师傅呢。小福宝的小手扒着修护箱，听着机器的声响，看着里面躺着的唐之灵。只要能救活他，伊儿是什么身份都不重要。这时候小福宝发现唐之灵紧闭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。你醒了？你还认识我吗？唐之灵听到小福宝这么问，翻了个白眼。认识就好。唐之灵躺在修护箱中，感觉身体里暖暖的，特别是脑袋，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。这一刻，唐之灵很好奇沈飞口中的未来世界，这一切都太玄妙了。此时被唐之灵惦记的沈飞在空间实验室里却是蔫头耷脑的样子。师傅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实验室会爆炸，真的没想到。你的脑袋里还能装下什么？是屎吗？那硝酸银容易爆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做了这么多次试验，还是毛毛躁躁的。结果好了吧？实验室的人全都在这你嗝屁了。是啊，师妹就是不长记性，忘性也大。花花站在地上看着台子上的恒儿作死。哼，师妹现在是好说话，那是她自责作祟，还有她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呢。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，你这辈子是师妹的儿子，你还跟她较笑，总有你吃苦头的时候。师妹的小心眼你是不是忘了？你自己倒好，直接穿着来当人。你不知道我和你师兄师姐灵魂住在实验室里有多惶恐。我们想着死了就死了，总能去投胎吧。可是我们被困在实验室里，根本就出不去。师傅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还以为就我自己死了，你们都是受点轻伤呢，好好的还在现代活着呢。师妹真会想，你的屋子在最中间，我和你师姐就是你隔壁，我们能逃脱都怪了。沈飞幽怨地看了一眼恒儿，这小崽子的皮是痒了是吧？沈飞不再搭理恒儿，讨好地看着伊儿。哎呀，师傅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看看，因为我的缘故，
你这不是重获新生了吗？师傅，你想想看啊，你在现代都70多了，那还能有几年好活的？但到了这大禹朝就不一样了，你不仅重获新生，还生在了顶级权贵富豪帝王之家。你爹是亲王，就连皇上都是你的大伯，你祖母是太后，这配置高不高吧？伊尔想到在皇宫里受到的待遇，一只掐腰的小手放了下来，点了点头。师傅，你说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啊？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是不是比苦哈哈的在实验室搞科研要好啊？伊尔再次点头。上辈子搞科研也不怎么赚钱，想要研究经费的时候，还是要求爷爷告奶奶的。这里面的辛酸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师傅，前期你和师兄受苦了，但是现在是不是因为我又活了过来，然后还年轻了呢？你看现在日子是不是很不错？有师傅在，唐之灵早晚能醒过来的。行了，我也没怨你，就是心里憋着气，说出来罢了。其实这3年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他是真真实实的从小婴儿长大的。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，他带了一点从前的记忆罢了，其他的和别的小孩并无不同。那师傅啊，我以后要怎么叫你呢？还叫叶儿吗？唉，上辈子的事儿不提了，都重新活了，我还想像以前那样活着。还有，对他也要保密，知道吗？好。沈飞这边和伊儿说好了，两人又成了和睦的娘俩。恒儿这时候傻眼了，他收回了摇晃的小脚，在实验室台上站了起来，气呼呼地看着两人。怎么和好呢？师傅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啊？走吧，咱们去3楼，我教你去怎么幼学互相。好。这抽签实验室我有阴影，我以后都不想进来了。都听你的。于是沈飞就抱着伊儿去了3楼，花花见状也跟了上去。恒儿站在实验台上傻眼了。你们等等我，还有我呢。沈飞就连头都没回一下，快步的上楼了。花花，救我下去！我也够不着，也抱不动你啊。恒儿现在后悔了，他忘记了女人呢最是小心眼啊，尤其是师妹那人，对她好不记得，要是得罪她一点，她能记得牢牢的。恒儿颓然地坐在实验台上，再一次叮嘱自己以后不能嘴贱。今时不如往日，师妹成了食物链的顶端，惹不起她。还是师傅精明啊，得向他看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小福宝在知道唐志玲醒来之后就不担心了。小叶子和寻儿两人因为夜深了，窝在角落已经睡着了。外面还继续下着大雨，让行宫4周宫墙的大火已经扑灭了，现在行宫的危险已经解除。小福宝这时候听到一间屋子里传来的咆哮声，一听就知道是老三的，他没有迟疑，推开了那间房。此时房间里的3人都齐齐地看了过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小福宝，那苏先生说的是真的吗？沈玉就被关在仙羽殿，能听到外面的动静，他不敢相信他听到的真相。若是苏先生才是灭他全家的真凶，那他这次岂不是助纣为虐了，反而是帮了真正的仇人。楚敬宗见沈玉向小福宝爬去，就想一脚踹过去。不要动他！小福宝还记得他才出生没几天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小少年一边看着书一边抱着他的情景，那时候两人就在院子里一待就是一下午。干嘛为了一个外人吼我？小福宝不管楚敬宗，他快步的来到沈玉跟前，把他的身子扶正，又把他脚上的绳子解开了。这人是和苏先生是一伙的，不能放了他。小福宝不理他，继续解绳子。你要放了我？娘亲应该不想看到你受伤，况且他应该也不会把你怎样，还不如现在给你松绑。小福宝，那苏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还有，灭我谢家满门的是他还是益州王？放屁！老子啥时候灭你满门了？老子都不知道谢家是谁家，大门开在哪儿？你不要诬赖我！楚敬宗吼完，还看了一眼小福宝。那苏先生算起来和楚家皇室有关，他是先太子的后人，这些年一直都想除去皇室之人，或者是取而代之。他是我爹的谋士，平日帮着我爹出谋划策，暗中养了私兵和制造武器。
我猜他是想暗中用这些人颠覆朝廷。我父亲不过是他的靶子罢了。他一个谋士就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还能调动一州刺史，这是不是太荒唐了？楚敬宗的脸上火辣辣的，他竟然被一个小屁孩给嘲弄了。可事实上他就是被骗了，被人家耍得团团转，反而还以为苏先生是为了他好。不要说了，你们谢家是我杀的，你们一家10几口全都是我杀的，行了吧？总问什么问？你没事少拆老子的台，知道不知道？沈玉这时候却是笑了出来。看来还真不是你。什么不是我？就是我做的。我是益州王，在益州谁都要听我的。你要报仇就找我，我等着。哼！爹，你知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呀？就瞎认。谢家在巴东郡是首富。巴东郡首富？我怎么没听过？我们谢家100余口人，可不是10几口人。该死的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沈玉这时候看着曾经以为的大仇人，他突然相信这人是被蒙蔽的了。那位苏先生可是足智多谋，这一次险些就成功了。可是这益州王外表看着很唬人，内里却是空空如也。这样的人只怕早就被苏先生耍得团团转了。现在的益州王没了王爷的身份，还被囚禁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沈玉这一刻心里竟然一阵轻松，他真的不想让阿姐为难的，他就阿姐这么一个亲人了。仇人不是皇室之人，他是不是也能有不一样的未来？这一刻，一直压在沈玉心口的大石山脉处有了缝隙，也开始松动了。那位苏先生真的死了吗？死得透透的了。你若是想看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好。皇宫内，皇上大半夜被叫醒，还有些迷糊。凤宝，是何事啊？启禀皇上，玉华宫着火了。什么？是哪里着火了？陛下，是玉华宫。来人！来人！陛下，鞋子，你还没穿鞋呢。你还活着，真好。我哪那么容易死啊？两人这么腻歪的一幕，被偷偷跟着小福宝出来的楚敬宗看个一清二楚。他特意发出声响，咳嗽一声。皇上一转头就看到了楚敬宗。这个弟弟自从把他囚禁在城外的马场，他就没见过他，都2年多了。皇上把小福宝放下了。哎呀，忘了朕身上湿了。徐慧，快带皇上换一身干净的衣服。有劳徐公公，找一件荣亲王的衣服给陛下穿。陛下担心玉华宫出事，出来的匆忙。也不看看皇上那肚子，哪有小六身材匀称？他能穿上小六的衣服才怪。哼，这个老三还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哪哪都有他。哼！小福宝看了一眼皇上的肚子，确实不合适。老三，你去找一身你的衣服过来。楚敬宗才想反对，但想到他现在穿的都是粗布衣裳，还都是平民的服饰，立即答应下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取。嘿嘿。皇上看到楚敬宗撒丫子的跑了，一脸古怪，这老三是想干什么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1刻钟之后，皇上换上了一身的粗布衣裳出来。楚敬宗见状满意极了，老大换上了粗布衣衫，也和他一样嘛，都是老农。这衣服穿着还挺合身的。楚敬宗哼了哼，他和皇上两人身材确实是差不多，只不过见皇上没气得跳脚，还一脸适应良好，就不大爽利。不过他现在也不敢说些过分的话，就怕惹毛了皇上，防止他给他穿小鞋。和我说说行宫是怎么回事啊？小福宝也没有隐瞒，直接把行宫发生的事具体描述了一遍。事情就是这样，那苏先生虽然死了，但这事透露着古怪，绝不是他一个人所为，还要查一查谁在暗中帮了他。真是该死，竟然想出如此恶毒的方法，还装成小六的样子，真是异想天开。这苏先生的野心还真不小呢。哼，现在人死了也好，这次的事也给咱们敲了一个警钟，以后身边的人也要注意防范。小六的伤怎么样了？现在醒了吗？他没事，已经醒了，就是人还很虚弱。哦，那就好。
皇后和太后这次也受惊了，你快去看看他们吧。好，那朕就先过去瞧瞧。皇上离开之后，小福宝看着楚敬宗道：你在老大面前老实点，别故意惹他。我哪有？我在老大面前就差脑袋揣在裤腰上了，还不够谦卑吗？你刚刚那副看好戏的样，别以为我没看出来。您还能不救我？切，现在老大才是皇上，九五之尊，谁在那个位子上，一言九鼎的就是谁。总之，你老实点。好，我以后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回去收拾一下，天亮了咱们就下山回去。好。皇上和太后坐在一个车辇上，太后紧紧地握着皇上的手。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心里依然惊惧不已。皇上，哀家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母后，你别怕，不过是贼人作祟，如今那人都已经死了。皇上，这次真的和老三一家没关系，不是他出的幺蛾子。母后，你多虑了，老三现在哪有这个实力，况且他也没这个胆子。皇上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，我不相信老三盘踞益州这么长时间就没有一点后手，暗中就没有一点人。皇上自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突然都有点心疼楚敬宗了。他这个三弟多年的行事都是为了那苏先生做嫁衣，可真是可怜呐。皇上这时候也不得不把实情都和太后交代了。母后，您多虑了，当初老三案中的所有人真的都被我除尽了。这次的这个苏先生虽然曾是老三的谋士，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先太子楚承乾的后人，他的目的也是想报仇，当初支持老三也不过是想趁机造反，想要皇位罢了。楚承乾还有后人在？这位苏先生就是，他是楚敬显的后人。当年若不是楚承乾仗着太子的身份欺辱你父皇，把他逼到了绝路，你父皇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奋起反击，直至最后取而代之。当初朝中之人也没想到你父皇竟然会成功，可他就是用他的谋略和铁血手腕成功了，当成了大禹朝的皇帝。皇上还是很佩服先皇的，他当上了皇上才知道皇位难做。他这皇位继承得很顺利，可以称得上是平稳。可即使这样，他还让国家几次陷入危难之中。若不是有现在的小福宝力挽狂澜，恐怕现在朝堂就会易主了。想到这里，皇上收起了沾沾自喜，他和先皇老爹是比不了的。此时小福宝正和叶儿大眼瞪小眼。听说你从前是娘亲的师傅。叶儿自从报了马甲之后，极度自我膨胀，小下巴一直都是仰得高高的。他已经体会了暴露身份的好处，从前他小心的装老小，都是最被忽视的那一个。叶儿没有寻儿嘴巴甜，待遇也没有寻儿高。恒儿和花花把他当小屁孩，更是忽略了他的存在，弄得叶儿一点发言权都没有。偏偏他还得看那俩人忽悠他，他忍的也是很辛苦的。有一段时间，叶儿经常是自己生闷气的，可现在呢，完全不一样了，全都得毕恭毕敬的对他。叶儿扫了一眼小福宝，淡淡点头。小福宝看着叶儿拿乔，觉得好笑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？叶儿揣着双手，一副我就是了不起的样子。花花这时候把削好的苹果送到叶儿的嘴边，叶儿张开嘴吃起了苹果，小嘴儿一鼓一鼓的。那当然，私底下按照辈分算，我的身份是最高的，嘿嘿。花花看了小福宝一眼，没有说出心中的想法。花花和小叶子小的时候被小福宝带进宫里去，小福宝那个时候在花花面前掉过马甲，花花是见过小福宝像训孙子一样的训太子的。花花的视线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，内心活动可不停。师傅呀，那可真不一定呀，哥哥或许辈分都比你高。
不管之前你是什么身份，现在你都是娘亲的仔仔，是我的弟弟，要听我的话。叶儿不大服气，他被捏脸了。凭什么呀？凭我是你大哥，我是王府世子，还凭皇上都听我的。你该不会也……当然，你以为带着上辈子的记忆就你一个呀？叶儿仔细回想，想到王府的西院，那房间的布置和皇宫里皇上住的宫殿几乎一模一样，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你从前身份是谁？花花这时候也看了过来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探寻地看着小福宝。小福宝已经发现花花这个妹妹是个嘴巴严的，不像小叶子那样小嘴巴巴个不停，他可以放心地把他的秘密说出来，让花花知道。我就是先皇楚晨燕。小福宝之所以在花花和叶儿两人面前暴露身份，也是要压一压叶儿。叶儿这小子上辈子是娘亲的师傅，那身份曝光之后一定会用身份压娘亲的。别问他怎么知道的，那就是他就是这么干的，他就是这么在老大几兄弟面前耀武扬威的。他可以这么做，但是叶儿不行，他要帮着娘亲压住这个弟弟，让他在家老老实实的。叶儿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叶儿终于好受一点之后，手指着小福宝，哆嗦的说不出话。你炸裂，太炸裂了！花花也不敢相信，竟然是这么近的先祖，他还以为小福宝是上几辈的先皇呢。那按照这个辈分算，小福宝不就是师妹的老公公，皇上他爹，太子他爷爷？哦，怪不得小福宝训斥太子像是训孙子，呵，还真是孙子呀！那你岂不是那丫头的老公公？住嘴，快住嘴！本来就是呀，你这太炸裂了！闭嘴，那都是上辈子的辈分，咱们都重新投胎了，当然要重新算。我可是娘亲的仔。匪夷所思，太匪夷所思了！哈哈，那丫头的肚子生出的孩子都是什么呀？老周周！哈哈哈哈！小福宝可不允许叶儿那丫头的叫沈飞，还有叶儿那一脸欠揍的样子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立即上手，一把把叶儿的小身子给勒住了。那你呢？还是娘亲的师傅呢？他不也是生了你啊？叶儿收敛起嘲笑的笑容，他的老脸好像也没地方放，这也是他这3年努力不暴露的原因，因为真相太丢脸了。哼，记住，从今往后对娘亲尊重点。你放开我！记住了，就放开你。你先放开我！你答应我不在娘亲面前倚老卖老，我就放开你。叶儿还不想投降，那就打架吧。于是叶儿和小福宝扭打在一起。花花看着滚成一团的两人，向后挪动一下小屁股，避免误伤，他要离得远一点。不过他怎么感觉这是2个老头子的战斗？马车的车厢里因为2个小孩的扭打传出了声响。世子，可需要帮助啊？叶儿一脸吃惊，有没有天理了？他本来就比小福宝小，外面的那个傻大个还问他要不要帮小福宝。不用。怎么样，明白谁才是老大了吗？叶儿翻了一个白眼，差点忘了，这老小子前世可是皇帝，这整个朝代都是他的人。服了服了。记住，在咱们家娘亲最大，无论是谁都要听她的话。我知道了。哼，这老小子妥妥的妈宝男。这边小福宝取得了短暂的胜利，另一边的马车里，恒儿在沈飞面前拼命的卖萌，主要是恒儿没看清形势，还以为投靠了叶儿能拿捏住沈飞，谁料叶儿靠不住，被沈飞几句就哄好了，两人的关系和好如初，反倒是他这个中间人遭了罪。恒儿已经发现师傅那人和上辈子一样善变，根本靠不住。想到上辈子被师傅那小老头忽悠，恒儿就恨不得自己捶自己2拳。他怎么就忘了师傅是什么人了呢？他就是个大忽悠，答应给他的经费被师妹嘴甜哄几句就批给了师妹，多么血淋淋的教训呢？他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爹，回府后也要好好养身体，恒儿不想爹受伤。唐之玲见从前跟他有距离感的二儿子主动亲近，心中欢喜。好，
爹都听寻儿的。小叶子和寻儿俩小孩挤在角落，看着恒儿拼命的在和父母撒娇。大姐，环儿真假？勤政殿，你们可知罪？臣兵部尚书陈景知罪，请陛下责罚。陛下，臣不知所犯何罪，还请陛下明察。皇上看着这两个臣子，心中复杂。陈景这么快认罪，皇上其实舍不得他。据他调查所知，这个陈景完全是受了他儿子陈洪熙的连累。可是刑部尚书陈昭就可恶了。陈昭，真以为朕没有证据？陛下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臣为大禹朝呕心沥血，劳累半生，陈昭说到这里，委屈的哭了出来，呜呜咽咽的，头也是低在地上，一副皇上逼迫他的情景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还请陛下看在臣从前的功绩，饶恕陈家其他族人，只处决臣一人就好。哼，陈昭啊陈昭，你不愧是刑部的顶头上司，真是巧舌如簧，黑的都能被你说成是白的。你以为朕没有证据吗？皇上又把几份证词扔到了陈昭的跟前。睁开眼睛，你好好的看看。陛下，臣是被冤枉的。陈昭就是坚决不承认，承认了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陈昭没动，陈景则是拿过那些证词仔细的看了起来。等看到后面，真是气得恨不得刀了陈昭。陈昭，你个老匹夫，你竟然害我陈家！我说希儿怎么会酿成大错，原来都是你在背后安排的。陈昭老贼，你该死！打死你！陈昭没想到陈景敢在皇上面前动手，他面部吃痛，还没等他反应，陈景的拳头又落下来了，一拳打在了他的嘴上。陈景，你个老匹夫，过分了，我的牙都掉了。你该死，竟敢害我！好啊，那咱们就同归于尽好了。陈景，你别冲动啊。陈景都要气疯了，哪里会停手？他现在就想撕了陈昭。陛下，陛下，救我！皇上淡淡的扫了一眼，拿起茶杯悠闲的喝了一口。他就喜欢看狗咬狗的戏码。陈昭的求救声完全是白喊了，皇上没有制止的意思。最后陈昭被陈景揍得脸都成了猪头。陈景打完之后才跪在地上谢罪道：陛下，臣越矩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臣真是冤枉的。皇上这时候站了起来，来到了陈昭身边。陈昭，若是你从前只想要摆脱苏墨尘的威胁，朕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朕既然已经大赦天下，就是因为那些先太子有牵扯被流放的罪臣之后，朕都已经赦免了。可这一次玉华宫大火，你也参与其中，你罪无可赦。陈昭喊冤的声音终于是停了，心里惊惧不已。他没想到做得这么隐秘，还是被发现了。陈昭知道事情败露，闭了闭眼，不再狡辩。太子急匆匆地来到勤政殿求见皇上。皇上才换好了便服，就听到冯宝说太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太子进来之后行了一礼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不是让你去清点陈家的财产了吗？怎么有功夫过来啊？父皇，听说您3日后去相国寺祭祀求雨。朕不忍百姓受苦，若是求来雨水滋润万亩良田，也算是好事。太子心想，这求得来是好事，可若是求不来呢？您可是要威严扫地的呀，父皇，您为什么要答应这么没把握的事呢？哎呀，父皇，天象变化无常，孩儿担心。太子，朕既然已经决定，就不可更改，其他的事不必再说了。太
太子乖乖的闭嘴了，然后又灰溜溜的离开了勤政殿。皇上这时候头脑也清醒起来，心中也没这么笃定了。冯宝，进来。陛下。冯宝，你去找那日在玉华宫的人问问，那场大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？陛下，奴才这就去问问。冯宝离开之后，皇上坐在龙椅上开始批奏折。可是不知今天怎么了，这心呐就是浮躁，就连奏折也看不进去了。皇上把毛笔摔在桌案上，嘴里嘀咕着：朕是真命天子，一定能求来雨。等待的时间就显得格外的漫长。明明冯宝才只离开了1刻钟，皇上却觉得好几个时辰过去了。冯宝进来的时候就看到皇上沉着脸，他立即警觉起来，小心地禀报道：陛下，奴才去打听清楚了，那场大雨是在亥时开始下的。咱们到凤凰山脚是什么时候啊？陛下，大概在丑时左右到的。皇上的身子一僵，糟糕，看来那雨真和他没啥关系。皇上拍了一下他的大脑门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陛下，咱们出皇宫的时候就是亥时左右呢。顿时皇上的眼睛一亮，是啊，这么算也不是不行。冯宝，你亲自去荣王府一趟，宣荣世子3日后和朕一起去相国寺替黎民百姓求雨。皇上眼珠一转，还是觉得不保险。冯宝，你再去吩咐少府监连夜做出一身龙袍来，就按照荣世子的身材做。陛下，是龙袍吗？就是龙袍，按照小福宝的身材做，一定要在求雨前做好。皇上打算，他若是没求来，就让小福保上，这皇家的威严必须要保住。他还就不信了，双龙求雨，老天会不开眼。你说你们想要啥？我们也想住进西院。一儿，是你提议的吧？嘿嘿，没错，咱们王府这么大，大的一人就占了王府的1半大，我们3个还窝在主院这边的偏房院内，太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，娘亲偏心，给哥哥住大院子，12儿的院子却是小小的，还没哥哥的练武场大呢。哥哥的屋子像黄伯父的屋子一样呢。沈飞挠了一下脑袋，他现在有些头疼，孩子多了就是麻烦，就连这王府都是皇上赏的，他要给他小爹这么布置，这哪是他能插手的？玄儿，这不是娘偏心，西院啊是你黄伯父安排的，特意给小福宝的。黄伯父为什么偏心大哥？啊，那这原因沈飞也不能和玄儿说呀。是，别急，交给我。你是师傅，玄儿听你的，嘿嘿。一儿嘴角一抽，这小子瞎叫什么呀？熏儿，以后叫我一儿就好了。好的，小弟。一儿满脸黑线，这玄儿到底是真懂还是假懂？他是不是在阴阳我？一儿决定先不管玄儿，转头就对上了小福宝。西院的屋子那么多，给我们3个一人一间都够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小气？不行，你们3个太闹人了，而且主院也能空出房间，实在不行去前院也行啊。大哥，咱们都是兄弟，你就让我们3个住进去吧，咱们是兄弟在一起多好呀。小福宝坚决摇头，他可不想哄孩子，就算是亲弟弟也不行。你们找我其实没用，宅子都是皇上赏的，你们若是在皇上那边要来宅子，你们想怎么住就怎么住。恒儿摸着小下巴沉思起来，一儿也看了一眼小福宝，心里腹诽道：哼，找就找，你以为老子没本事？对，大哥说的对，我去找伯娘，她会给我宅子。沈飞本来是看好戏的，现在听到玄儿这么说，心里酸溜溜的。玄儿，不可以哦，皇后是你伯娘不错，但是京城的宅子老贵了，伯娘再喜欢你也不可能给你宅子的。娘亲偏心。沈飞急忙过来哄人，他把玄儿抱起来。玄儿，你听娘说。我不听，娘是大坏蛋。玄儿开始挣扎，沈飞的力气也不大，险些抱不住他。这时候就有人禀报道，大太监冯宝来了。沈飞急忙把孩子放下，然后和唐之灵去迎接冯公公。
传皇上口谕，容世子3日后随陛下去相国寺祭祀求雨，亲死。圣旨说得很清楚，但是小福宝却是皱起了眉头。皇上要去求雨啊？是世子，在大朝会上，有朝臣提议陛下求雨，以解今年干旱之苦啊。我不去，让他自己去吧。我的乖乖哟，这可咋整啊？冯宝很无奈，这年头胆敢反抗圣旨的也只有容世子了吧。但是他也不敢反驳小福宝，只是把小福宝的回答转述给了皇上。皇上听到冯宝的答复也不恼怒，他已经想到了法子。等到天色大亮的时候，小福宝终于是起来了，然后他就懵了。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令策，令策！太子听到了小福宝的喊声，急忙推门走了进来。福宝弟弟。小福宝看到了太子，又重新打量了一下房间内的布置，问道：这是相国寺的客房吧？是，父皇看你没睡醒，就让你先休息。小福宝哼了一声，心里已经知道这是皇上做的了。等到低头看到自己的黄色龙袍，还吓了一跳。我怎么会穿上了龙袍？这也是父皇亲自给您换上的。完蛋玩意儿，净弄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福宝弟弟，父皇说他先祭祀求雨，若是仪式结束了，天象还没有变化，福宝弟弟再出去求一求。就他被人家忽悠了，自然天气干旱水涝常有的事儿，他以为当了皇上就能管老天啦，真是天真。哼！小福宝说的一点也不客气，这让心里没数想来小福宝这里找安慰的皇上顿住了脚步。他默默地退回去了一只脚，轻手轻脚地退了回去。跟在皇上身后的一群太监也急忙后退。皇上求雨，大臣们也是要来的，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，有些大臣还没到齐。他们看到鬼鬼祟祟的皇上，还有身后那一连串的太监，全都是倒退着走路，也是错愕不已。大人，皇上这是什么步伐呀？可是有什么意义？贾老头也不懂，但他不能在从前的下属面前丢脸呢。皇上的行为哪能容许咱们这些臣子揣测呀？总有他的含义。谁料这时候门口就出现了一个明黄色的小身影。众朝臣看到那个小孩，再看到他的表情，这身子一下子就站直了。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曾经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小福宝没觉得穿龙袍是多大的事儿，上辈子穿了一辈子，不过是件衣服罢了。来都来了，偷着走干什么？皇上终于是停止了鬼鬼祟祟的动作，挺了挺腰，大踏步的往小福宝那边走去。小福宝看到皇上过来了，伸出了小手。走吧。皇上还以为小福宝会反对，但见他这么痛快的答应，心里又是满满的感动。于是一大一小就这么向祭祀台那边走去。到了上午的4时，正是钦天监算出的好时辰。皇上和小福宝登上高台，皇上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往前走上数步，双手举过双肩，向上天祈福。朕是大禹朝第4代皇帝，祈求上天降下甘露，滋泽良田，解百姓干旱之苦。皇上说完了，拿着香拜了3拜，然后插在了香炉里。皇上做完这些，退后了几步，然后就等着上天的变化。皇上求雨之前艳阳高照，仪式结束之后还是如此，就连风都没变化一下，根本没有风雨欲来的意象。皇上面上毫无表情，内心却是慌乱。他看了一眼小福宝，请容世子也替百姓祈福。小福宝按照皇上的流程又操作了一遍，然后把3支香点燃，高举过头。愿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3支香刚刚插进了香炉，天空中就出现了异样。众人好似是听到了天空中传来了巨响，顿时刮过了一阵大风，乌云也是遮住了太阳。本来还艳阳高照的天空立即阴云密布起来。皇上眼神复杂地看了小福宝一眼，难道他终究比不过父皇？上天认父皇不认我？皇上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。小福宝仰着个小脖子，看着天上的云彩，他可不觉得他能那么神奇。见识过后世的那些自然科学，他其实不相信老天听他的，这绝对有猫腻啊！